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永远都离不开太阳系吗？今天我将带你进行一次星际旅行，但乘坐的不是你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牛逼飞船，没有超空间跳跃，也没有曲速引擎，更没有超光速飞行。咱们使用的是传统的飞船，要依靠燃料和大量时间和耐心，一步一步飞出太阳系。这次咱们要前往距离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星。就算你有一艘能接近光速的飞船，也得飞个好几年才能到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技术，对不起，可能得飞上几百年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要在飞船上待几十年、几百年，到底该怎么活下去？在深入探讨之前，咱们先从最基础的旅程本身开始。上过学的都知道，飞得越快，总旅行时间就越短，这显而易见。但加速到接近光速需要极其巨大的能量，因此想要达到接近光速的飞船都需要极其高效的推进技术。挑战不仅仅在于工程学，物理学也设定了严格的限制，越接近光速所需的能量就越多。而根据相对论，达到光速本身需要无限的能量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但如果速度接近光速，你就会看到一些奇妙的物理效应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预言的时间膨胀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速度越快，相对于静止不动的人，你的时间流逝就越慢。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，但这确实是真的。NASA 工程师在操作 GPS 卫星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，因为这些卫星相对于地球表面快速移动，它们的时钟会走得稍慢一点，如果不加以校正，就会导致定位错误。你现在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发生在星际尺度上，你在一艘前往约 4.4 光年远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飞船上，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，这次旅行可能需要 14.5 年，但对于飞船上的船员来说，感受到的时间会短得多，只有6年，就好像时间本身为他们变慢了。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奇怪？但现代物理学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。最离谱的是，如果一艘飞船能够持续加速，永不停歇，它可以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到达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并返回。当然，这需要一个神级引擎，远超我们当前的技术。相对论效应还不止于此，在接近光速时，船员对宇宙的视觉感知也会发生变化。其中最奇特的是相对论光行差，它的原理就像你在开车穿过落雪时看到的情形，你站着不动就会看到雪是垂直落下。如果你开车快速跑起来，雪看起来几乎是水平的向你冲来。在太空中情况类似，随着飞船加速，宇宙的景象会向前方压缩，起初很细微，但当你接近光速时，你就会看到一个由恒星星系甚至宇宙背景辐射组成的明亮隧道。伴随着光行差的是多普勒效应，你可能听过救护车警报器在驶过时音调的变化。在相对论速度下，光也会发生多普勒效应，来自前方的光波会被压缩变成更蓝的色调，被称为蓝移，而来自后方的光波会被拉伸变成更红的色调，被称为红移。这个现象不仅仅影响可见光，所有电磁辐射都会受到影响，你看不见的东西可能变得明亮，而你原本能看到的可能消失。对于乘坐接近光速飞船的人来说，宇宙的样子完全不同。但是无论是慢慢飞行还是飞快的穿越星系，任何星际飞船设计都必须考虑一个关键因素，旅程持续的时间。在如此漫长的航程中，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必需品的供应，比如空气、水和食物，这些必须能够持续供给很多年。如果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就搬上船，会让飞船太大太重，根本不可行。因此自给自足就显得至关重要。连续的空气和水循环系统我们已经拥有，国际空间站就在使用，最大的难题是食物。在太空中种植作物几十年，既需要能源效率，也需要优化的种植区域，例如养猪养牛就不太可能，饲养动物需要消耗太多资源，就算是实验室培养的肉也效率不够高。最实际的方式还是种植基于植物的农业，选择生长迅速营养丰富的作物。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生命支持技术，能够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运行，并且维护成本极低。还有种办法，就是直接把人冻起来，让船员在大部分旅程中都在休眠状态。无论是冷冻还是人工休眠，或者是其他更奇异的方式，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减少资源消耗，减轻船员的身体和精神压力。你可能在许多电影中都看到过，船员们在舱内休眠，一路睡到目的地。还有一些更疯狂的想法，比如把冷冻胚胎送到太空，由机器人护士照顾，整个旅程中没有人类，只有机器和 DNA， 婴儿会在目的地出生，由自动化系统抚养长大。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如果你在外星球上出生并长大，没有遇到过地球上的成年人，你算不算是外星人呢？另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是数字生命，我们不再需要人类的身体，而是发送人类意识的数字副本来操控机器人，在抵达目的地后将意识下载到克隆身体中。这种技术将引发深刻的伦理和哲学讨论，将意识下载到新身体里，那还是同一个人吗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先进的技术，那么船员就必须在飞船
海上度过整个旅程。如果旅程超过了人类寿命，那就进入了代际飞船的领域，由原船员的孩子、孙子、曾孙来完成任务。这样飞船就会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。你如何说服某人加入一个他们明知永远看不到最终目的地的任务？更重要的是，如何确保未来的几代人仍然坚持下去？如何在几个世纪里维持动力、技术知识和使命感？这就需要一个文化用来保存和传递知识。每一个系统空气、水电力推进系统都必须被每一代人理解并维护。任何一个系统的故障都可能意味着任务的失败。有些关键设备，比如空气循环器、水净化器、人工重力离心机，必须设计制造的极端耐用，但它们仍然可能损坏。任务时间越长，出错的几率就越高。对于光速飞行的飞船来说，这些担忧要少一些，因为船员在途中只经历几年的时间。但对于跨越几个世纪的缓慢旅程，维护几乎成为一种信仰。飞船需要像对待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一样，每个部分都要被监控维护，并在代代相传中更换。即便是依赖休眠的飞船，也需要一小部分船员保持清醒，来负责管理一切。当然可以把大部分工作交给先进的人工智能来做。AI 可以处理维护食物生产，甚至船员的心理健康。毕竟，想象一下，在没有天空、没有地球、没有地平线的空旷宇宙中待上几十年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损害。然而，星际旅行的危险并不局限于飞船内部。太空虽然看似空旷，但并非完全如此。即使在星际真空中，也有粒子漂浮，主要是氢，但也有更稀有、更大的粒子构成真正的威胁。在接近光速的速度下，即使一粒尘埃也会变成像子弹一样具有破坏力的抛射物，更大的粒子则可能像炮弹直接击穿船体。幸运的是，那些大粒子很稀少。为了应对宇宙中的危险，有像微普尔防护罩这样的概念，多层设计，用于吸收冲击并阻止碎片穿透内部。然而，威力无处不在，不断与飞船碰撞，而且不仅是物理撞击，在高速下，这些撞击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雨，这就像持续不断地穿过粒子束。为了保护船员和系统，你需要一个前端防护罩，既能吸收冲击，又能容纳产生的辐射。大圆盘并非唯一选择，还有一些想法，比如在前方发射扫描激光蒸发粒子，或者使用磁场或静电场作为主动屏障，在原子撞击船体之前使其偏转或减速。另一个概念是流线型倾斜设计，使粒子偏转将损伤最小化。这就是阿拉斯塔尔·雷诺兹启示空间系列中光拥者飞船背后的想法。他们结合了箭头形状和一层彗星冰涂层，充当天然防护罩。无论你是慢速旅行的倡导者，还是近光速飞行的爱好者，跨越星际都不是易事。这就是为什么科幻作品仍然依赖超光速旅行。说实话，第一批星际先驱甚至可能不是我们所知的人类，他们可能是 AI、数字意识、克隆人，或是我们子孙的遥远后代。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船员，只有一个信息、一段代码、一份遗产。即使这场旅程还要几百年才真正开始，但今天我们能想象它，就已经说明了探索宇宙是人类本能的一部分。你愿意登上这趟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终点的飞船吗？这里是老胡探秘社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